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美国空军计划采购波音 E7 蝎尾预警机，从而取代 E3 望楼预警机。乌克兰将反坦克导弹搬上轻型全地形车，成为对抗俄军装甲部队的杀手锏。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推出新款萨姆森武器系统，精彩节目即将开始。美国空军计划采购波音 E7 蝎尾预警机，从而取代 E3 望楼预警机。近日，在五角大楼发布的2023财年军事预算中，美国军方为空军提供 2.27 亿元的资金，以支持 E3 望楼预警机的更换工作。该预算中表示，要求退役15架 E3 预警机，并将原本用于该型预警机的使用和维护资金用于支付其继任机型的费用，而其继任机型正是波音公司的 E7 蝎尾预警机。预算中表示，要在2023财年订购第一架快速原型机，原型机计划在2027财年开始交付。美国空军预计将在2024财年订购第二架原型机，然后在下一个财政周期敲定采购量产型号的细节问题。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空军采购的E7 预警机与现在澳大利亚、韩国和土耳其服役的 E7 预警机，以及正在为英国制造的 E7 预警机有多少差异。美国空军在2月发布的信息邀请书中提到，该型预警机配备的雷达、通信和战斗管理系统、电子支持措施套件、网络架构和防御系统会存在特殊要求。E7 预警机的现有型号最初是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研制的，其机身顶部安装有格鲁曼公司的多用途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和强大的通讯数据共享套件。美国空军在2023财年预算提案中表示，通过在 E7 预警机上集成先进的相控阵雷达， E3 预警机的继任机型将提高杀伤链效率，增强可靠性和妥善率，并降低使用成本。相控阵雷达能够在进行雷达波束转向、善虚凝视和更快的目标重访速度上更具优势，从而转化为更好的目标检测和威胁跟踪。这是使用机械扫描雷达的 E3 预警机所无法实现的功能。E7 预警机的先进性还源于采用了非常成功的波音 737NG 客机机身，其拥有遍布全球的完善的后勤保障和供应链。而相比之下， E3 预警机采用的是波音707客机机身，该款飞机自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服役，该型号的预警机平均机龄都已经超过43年，并且该机身已经停产多年。过去几年中，美国空军一再强调需要更换它们，因为其执行任务的速率下降，并且维护也变得越来越难。而与采用老式4发动机平台的 E3 预警机相比，新型双发动机机身的 E7 预警机是一个功能更强大，并且操作和维护成本效率更高的平台。它比基于707客机的波音 E3 预警机更轻，并且具有固定的电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天线。虽然目前并没有披露美国空军最终计划采购多少架 E7 预警机，但之前的各种迹象表明，美国空军并不希望1对1的替换 E3 预警机。但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会有15架 E3 预警机在2023财年前往飞机目的，而这比第一架 E7 预警机的原型机列装要早好几年。因此，有军方人士反对这样鲁莽的更换计划。毕竟，在新款预警机还未完全形成战斗力之前，就立刻退役一半的 E3 预警机，这使得美国的空中监视能力在接下来的好几年中有巨大的下降。乌克兰将反坦克导弹搬上轻型全地形车，成为对抗俄军装甲部队的杀手锏。在近日的俄乌战争中，乌克兰守军面对俄罗斯的大军压境，损失了不少重型装备，但乌克兰军队的士气并没有被压垮。在4月初的几天里，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几张乌克兰轻型全地形车的图片，这些车辆的大小类似北极星和游骑兵全地形车。对于小型作战单位来说，这些车辆是相对便宜廉价的运输工具，可以搭载包括斯图格纳 P 反坦克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配备斯图纳格 P 反坦克导弹之后的轻型全地形车辆，在复杂地形中是一种快速且有力的武器。
这种反坦克导弹不仅可以打击各种车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打击低空飞行的武装直升机。据乌克兰方面表示，斯图格纳 P 曾经击落过一架俄军卡52短嘴鳄武装直升机。乌克兰军队在使用这些制导武器时发挥了创造力，充分利用他们打击俄军的装甲目标和战机。已经出现了很多乌克兰军队使用制导武器瞄准并射击俄军目标的视频。不过，仅通过网上的照片还不能确定乌克兰军队使用的轻型全地形车的具体型号，似乎是有多个型号混用，并且为了提高伪装效果，都采用了深绿色调的迷彩。其中一辆配备苏联时代研制的 9M113 竞赛反坦克导弹的全地形车，还采用了迷彩布进行了补充伪装。士气高涨的乌克兰军队与俄军作战时使用的各种车辆和武器，损失了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就派出小型且廉价的轻型全地形车，对抗着俄罗斯令人恐怖的装甲车辆。可以看出乌克兰军队抵御外敌的决心。斯图格纳 P 反坦克导弹是乌克兰国家基辅设计局研制的激光制导反坦克导弹，其最大射程达到5000米，大多数采用地面发射方式，通常采用设置在地面上的三脚架，由2到4名士兵操作，并且可以通过电视监控和瞄准系统从最远50米的地方进行遥控发射。发射后可以通过遥控手动控制，也可以通过半自动瞄准线方式制导。导弹通过激光束瞄准预定目标。该导弹可以配备不同的战斗部，包括可以击穿爆炸反应装甲的串联破架战斗部，以及高爆破片弹头和温压弹头。而将这种反坦克导弹与小型高机动越野车辆结合起来，再加上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可能会使其成为对抗俄军装甲部队的有效武器。但是由于自身几乎没有防御能力，如果无法成功摆脱俄军的追击，就会很难存活。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推出新型萨姆森武器系统，萨姆森302型 RWS 重型遥控武器站，相较于上一代的1型有了显著的改进，包括更低的炮塔轮廓、可选的装甲保护和更高的命中精度，通过装甲下装填更高机组人员的生存能力，增加炮塔的刚性和更高的火炮仰角能力。该武器站集成30毫米自动炮，可用于攻击轻型车辆和人员目标。萨姆森302型 RWS 遥控武器站同样集成了长钉 LR 反坦克导弹及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使其能够提供卓越的火力和生存能力。该武器站配备的长钉 LR 导弹是长钉导弹家族中的远程型号，有效射程最远可以达4000米。如果受恶劣天气影响，射程会下降到3000米。后来拉斐尔公司加装了光纤数字通讯链，使其变得更容易修正目标数据，从而提高精度。同时，该遥控武器站也具有探测敌方火力的能力，并能够通过快速准确的回转机构进行有效回击。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认为乌克兰将全地形车上加装反坦克导弹会对俄罗斯装甲车辆造成多大的威胁？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